家好，欢迎来到洗小厨的菜园子。今天呢，我来修剪我身后的这一棵无花果树。大家可以看到这一棵无花果树是，如果经常看我视频的朋友呢，也许会发现是我曾经在一期视频中专门整形式的修剪过它，就是它长得乱七八糟、张牙舞爪的那种状态。然后我把它就是确定了高度，然后非常非常大的一次修剪。那么时隔1年半现在呢它是这个状态的。我们现在这里呢是冬季末马上要春天了，然后冬末，所以今天呢我再来修剪一下，给大家展示一下无花果树怎样修剪。同时这个方法呢是通用的，就是很多果树都可以用这种方法进行修剪。先来简单介绍一下修剪果树的方法，3个步骤，非常有用，建议大家一定要好好听接下来这1分钟。第一个步骤就是看果树的高矮是否需要进行打顶修剪它的高度。第2个步骤就是疏枝，如果这个树呢需要有修掉的枝条，比如说病枝、弱枝、枯枝，然后特别密集的枝，还有一些土长枝交叉枝向内长的枝影响通风透气的枝，这些需要疏掉。所以第2步疏枝。第3步呢就是需要短节的枝，有一些枝长得过长，然后营养供给出问题了，还有一些枝呢你想太稀少，有些树，然后你想让那个位置发出更多的枝，那都可以短节。所以这3步呢，高度打顶，然后疏枝，然后短节，非常明确的3点，你做好了呢，整棵这树呢修剪就完成了。那么我们实际操作，以身后的这棵无花果树为例，这棵果树虽然经过了一次大的整形修剪呢，但它今年又长出了一些让我不愉快的小枝、小问题，所以我需要进行根据刚才所说的3步进行来修剪一下。首先打顶，这棵树不需要，因为它的高度现在就是这么高，非常合适的高度。对于果树来说呢，我不论是摘取收获也好，还是它的这个美观也好，高度已经是非常好了。因为在前一次的整形式修剪的时候，我把高度确定了，所以这一步呢今天就不需要了，所以略过第1步打顶的这个步骤，我们从第2步疏枝来进行。如果大家想看我打顶的过程呢，可以点击视频下方的有个连接，我把当时整形式修剪这棵果树的视频呢放到了视频的下方，大家可以点开连接看那个视频。然后紧接着我们来进行第2步，也就是疏枝。这棵树呢，我们从下往上开始，所以先看底下，这是什么呀？这棵树从树的根部周围长出了很多这种细根，英文叫 sucker。这种细根呢，对于植物本身是没什么的因为它是生命力旺盛，它为了给自己增加更多的这个就是存活几率，它会长出一些细根，特别是无花果树非常非常容易长细根，每年都会有。但是细根呢会吸收一部分的营养，导致营养分配的不足，所以我们要把细根剪掉。剪细根的时候需要注意的一点就是，我们尽量往深处剪，贴地皮剪，或者是甚至你可以扒一扒这个地上的土，露出更多的细根部分，然后贴这个土的最下面剪，你这样才比较彻底。好，细根就修剪完了。我们现在把镜头往上看一下上半部分，然后这棵果树的上半部分呢，也有一些枝需要疏掉、减少掉。比如这一些枝，它都朝下长，就很奇怪。这棵果树的枝很多都朝下长，这些朝下长的枝呢，我要把它剪掉。你看中间的这2颗枝呢，很难得到充分的阳光，还不如剪掉它。然后这根枝条
它搭在另一棵枝上了，形成了交叉的状态。我要把它剪掉，直接剪掉。又交叉又向下长啊，这几棵枝需要剪掉。我保留这个剪掉。好，留一颗这个。好，接下来呢，第3步就是短结。短结的好处呢有2点，一个是由于一条枝过长，那么枝条末端的营养会不够，所以影响这个果实的质量。另一个原因呢是，如果一个枝条过长，在大风大雨这样的暴力的天气下呢，容易被折断。出于这2个原因呢，我们来找一下过长的枝，看一下这几个枝。这颗枝呢就过长了。它向上生长的特别旺盛，但是这个枝上有一些果实，这是去年秋天的果实，一冬天了也没熟，不会再熟了。我要把它短结到这个位置。好，这是结下来的枝，这还有一根我要截掉。这里我还要说一下短结的另一个好处，就是当你觉得一棵树的枝条在某一方面不茂密的时候，你可以采用短结的方法，使这棵枝条发出更多的枝杈，这样会变得更茂密。你看，我在这个地方剪，它就会在这下面发出更多枝杈。那像这个，它这上面有一个芽点，这个地方是有芽点的。如果我在这儿短结的话呢，它会在这个地方往上长出更多枝杈，那我就在这儿短结。好，这棵树就到这样，基本上这个程度我就比较满意了。马上春天了，它马上就要发新芽了，这样它会发出更多的枝条。期待来年能结出更多更好的无花果。当然，树上的这些果实如果有好的，也不要浪费，可以揪下来。这根本就没有熟，不能吃的。好啦，这期咱们修剪无花果树呢就到这里，你学会了吗？如果您喜欢家庭园艺，别忘了订阅关注我的频道。爱种菜的习小厨会带您体会田园生活的乐趣，希望大家每期都会有所收获。好啦，感谢大家的收看，咱们下一期再会。